塞尔维亚似乎被美国渗透，武契奇处在高压高危状态，能否度过此次难关，看后续发展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回观察。最近呢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呢，将辞去执政党塞尔维亚进步党主席的职务，并将呢在今年提前举行议会选举。武契奇在此时宣布辞职，也是因为迫于国内的压力。在5月初呢，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连续发生2起大规模的枪击案，这2起枪击案震动了塞尔维亚全国，随即引起了抗议示威，普通民众和反对派走上街头游行。本来在出现如此严重的事件之前呢，民众上街表达自己的不满是情理之中的，但是呢，事情却在反对派借机煽动下逐渐失控。反对派声称塞尔维亚政府助长了仇恨和暴力言行，以及塞尔维亚的分裂。这样呢也就算了，在这个时候呢，美国也参上一脚。《纽约时报》发表文章呢，指责塞尔维亚当局和犯罪团伙有联系，肆意抹黑武契奇。原本大家都以为呢只是塞尔维亚内部政党间的争斗，《纽约时报》呢这一文章呢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国绝对在其中有所作为。毕竟呢，塞尔维亚身为欧盟成员国，却在俄乌冲突中并未盲目的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，而且呢，武契奇呢也没有跟随美国制裁中国，反而呢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这在美国看来，这是妥妥的亲华亲俄啊。另外呢，西方一直在强迫塞尔维亚承认所谓的科索沃共和国的国际地位，而塞尔维亚在此事上呢并未松口，这些都使得塞尔维亚成为美国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虽说美国一直没有明说这些，但依美国的性子呢，恐怕早就将武契奇放在了自己对付名单的列表里了。值得一提的就是呢，武契奇在宣布辞职的同时呢，强调到绝不会让2014年乌克兰政变的情况发生在塞尔维亚。广场革命不会在贝尔格莱德上演，塞尔维亚也绝不会成为第2个乌克兰。众所周知，乌克兰2014年的事件呢，美国是脱不了干系的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亲口承认美国参与其中。我们仔细理一理这次事件，会发现存在很多问题。首先呢，普通民众对暴力事件表达抗议不满是情有可原，但后来演变为封锁大桥，扰乱正常的生活秩序，就变了性质。其次呢，反对派一再拔高攻击政府，要求塞尔维亚内政部长以及安全机构部的负责人辞职。2位部长呢一向亲俄，虽然没有点名，但武契奇似乎就是在间接的指控华盛顿了。而且呢，这些迹象呢也似乎指向华盛顿也参与此事，意图是在塞尔维亚炮制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广场革命，插手整顿武契奇的政府。武契奇是现在欧洲国家领导人中少数相对理智，而且呢头脑清晰存在的。现在呢，他宁愿自己辞职换掉政府，都不松口辞去2位部长。他这就是想要避免美国的黑手干预塞尔维亚政府。他这样的处理方式呢是比较理智的，但是呢，能不能避免美国干扰，情况说不上乐观。一旦呢让美国如愿，塞尔维亚的前途就很难预测了。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武契奇没有抵抗住这次反对派的攻击，那塞尔维亚是否还会与中国交好就很难说了。美国一直在那些不被自己操控，而且呢和中国交好的国家制造事端，插手内政，扶持亲美派领导人上位。所以呢，塞尔维亚此次局势变化呢，将关系到中国和塞尔维亚以后的关系的发展，中国呢也不得不关注起来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可以在评论区互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